么？怎么不跑了？暗影界堂堂千金，有名主宰的掌上明珠，如今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你们这些叛徒，就算我死，父亲也不会放过你们。他出关，暗影界早就换天了。乖乖把暗影核心交出来，哥几还能给你个痛快。做梦！我就是毁了他，也不会让你们如愿。你是谁？过路的值班人，隐龙阁的底层废物。小子，少管闲事儿！爷爷们办事儿滚一边去，否则连你一块切了。穿越到这个见鬼的异界3年了，一直在这隐龙阁底层隐忍摸鱼。这帮不长眼的狗东西，偏偏要在我的防区搞事。隐龙阁禁地，擅入者。一个连真气都聚不拢的废灵跟干员，也敢跟我们黑灵卫叫嚣？老大，别废话了，直接宰了！小心，他们是高阶武者。高阶武者，正好拿你们试试阴。这不可能！这到底什么邪术？滚，或者死！你明明只是个底层干员，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实力？一点粗浅的音略罢了，你伤得很重。楚尘，你竟敢在禁地私动真气，破坏规矩，即刻滚回刑罚大厅受审。若有反抗，格杀勿论。是不是？我倒要看看谁是谁。楚尘，你可知罪？我若说不知，你这出戏打算怎么往下唱？放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擅自脱离防天子3号密库被劫，条不够将你千刀万剐！你娘的屁！跟一个急于杀人灭口的人讲道理，是件很蠢的事。冥顽不灵，执法队拿下！若敢反抗，就地格杀！楚尘这次死定了，苍灵大人连护阁大阵都开启了。楚尘，你还敢在大殿之上公然拒捕？起阵！这就是护阁大阵的威力吗？我的真气完全被封锁了。借阵法之威行苟且之事，苍伟，你也就这点出息。成王败寇，楚尘，在这护阁大阵之下，你连一只蝼蚁都不如。等你死了，天子3号密库失窃的黑锅就由你背进棺材里吧。你真以为这破阵法能压得住我？你要干什么？快阻止他！一击，仅仅一击就破了护阁大阵。你别过来！楚尘，你这是造反！总部不会放过你的！天字3号密库里丢的那批灵药，3天前就已经通过黑市流入了海外的账户，账户的户头用的是你小舅子的名字。你早就查清楚了，那你为什么还要陪你演这场戏？因为我想看看隐龙阁的根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现在看来，确实需要清理一下了。叶萧，我们走。因为测灵石报表惊动了更高层，苍雷那老狗不敢明着杀我，却顺水推舟给我安排了一场内部死斗，想在擂台上名正言顺的解决我。天真。
哟，这不是我们隐龙阁新晋的金光绝世天才吗？怎么躲在垃圾堆里做木工活？听说苍雷主管安排了明天由我来做你的死斗对手，你不会真以为凭借一块测灵石的故障光芒就能跨越境界差距打败我？这破木头想赢死斗，你是打算在擂台上给我弹首曲子求饶吗？求饶？我只是在调试送你上路的工具。大言不惭！老子现在就废了你，让你连上擂台的机会都没有！你到底做了什么？记住了，这不是木头，这叫摇滚。苍雷主管有令，今晚必须斩草除根，绝不能让这小子活到明天的死地。楚尘，苍雷主管大发慈悲，留你全尸，乖乖受死吧！苍雷这老狗连一晚上的时间都等不及了，正好拿这群杂鱼给我的新吉他开搜。你们这群人懂不懂什么叫敲门啊？到临头还装神弄鬼，一起上，宰了他！让你们听听地狱的交响乐。这是什么力量？我的丹田！妙啊！将极其霸道的内功罡气，通过这古怪的乐器转化为实质化的音波攻击。老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鼓舞路数。又是苍雷派来送死的。千父爷啊，自我介绍一下，老夫是在外围当个底层细测干员，太暴殄天物了。兰波，跟我走，老夫带你去星陨训练营。站住！苍雷主管有令，死斗犯人楚尘不得离开废弃工坊半步，违者就地格杀。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老夫的路？好恐怖的精神压迫，连手都没动，就必须精锐镇压了。走吧，小家伙，接下来带你去见个真正的大人物。里面那位可是星陨训练营的最高负责人，他的脾气可比我臭多了，待会儿小心点儿。明警官，我把那个测云石报表的小家伙带来了。就是他，一个17岁的底层干员测云石报表。兰波，你该不会是被下面那些蠢货弄坏的劣质仪器给骗了吧？仪器坏没坏我不知道，但你的眼光似乎不怎么好。你小子疯了，敢这么跟明教务说话？狂妄的小鬼，在星陨训练营，没有实力却敢嚣张的人，通常活不过第1天。那我就打破这个规矩。既然兰波对你推崇备至，那老夫就亲自来试试，你到底是个绝世妖孽，还是个一戳就破的废物？如果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废物，老夫现在就毙了你！想要精神威压逼我下跪，老家伙，你算什么东西？给我破！竟然硬生搅碎了明教官的精神力，这怎么可能？哈哈哈哈！好一个霸道的内功，好一个狂傲的小子！老夫在隐龙阁待了400年，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怪物。哼，小子，老夫不管你之前是谁的人，从现在起，你就是老夫的关门弟子。整个星旅训练营的资源，战武部的顶级功法，暗影部的绝密武器。明老头，你还要不要脸了？这小子可是我先发现的，是我把他从苍雷手底下带过来的，他必须进我们精神系。
进你们精神系。兰波，你那点三脚猫的微控手法能教他什么？这小子刚刚展示的是极致的实战鼓舞，只有跟着我，才能把他的潜力完全炸出来。放屁！他明明是用音波化解了你的精神力，这分明是精神系变种。个满脑子肌肉的暴力狂，别误人子弟。分你过去犯蛇变书接道话，上次那个天才苗子就是被你练废的。你再说一遍，那个整天睡觉的破部门才叫耽误人。一个中年的货部门，你当什么是我这门不成了？既然你们都想拉拢我，那不如把利益最大化，在这核心层立足，靠山自然是越多越好。两位前辈，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天赋异禀，那为什么非得争个你死我活呢？小孩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我不能同时接受两位前辈的指导吗？同时接受教导。蓝导师的精神微控能让我音波更加精准，明教官的实战经验能强化我的杀伐能力，两位强强联手，才能打造出隐龙阁最强的干员，不是吗？小子，直接去战武部报道吧。老夫已经让人给你腾出了最好的修炼室。不，我要去那里。神阴部。神阴部？你疯了！那里全是些混日子的世家贵族，学的是陶冶气糟的破乐器，你去那里干什么？两位前辈，木秀于鲁，风必摧之。我初来乍到，风头太盛，容易招惹暗箭。神阴部最不起眼，不仅能掩人耳目，更重要的是，我真正的杀招就在这音律之中。神阴部的资源对我完善功法大有裨强。哪里来的乡巴佬，连一件像样的礼服都没有，也敢来神阴部考核？快看他背的那个破烂木头，上面还长刺呢！你是来神阴部打铁的吗？破木头，今天就让你们这群废物听听，什么叫真正的艺术。神阴部重地，何人在此喧哗？神阴部乃是隐龙阁最高雅的殿堂，你们在门外像市井泼皮一样吵闹，成何体统？胡掌事，这个叫楚尘的杂役弟子，胆大包天的在考核前喧哗闹事，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兄弟。哦，竟有此事！胡掌事，您看，就是这把烧火棍，一个连灵气都微弱的杂役弟子，居然敢背着这种粗鄙不堪的东西出现在神圣的考核现场，简直是对神阴部的亵渎。烧火棍。吴掌事，晚辈楚尘，杂役弟子，今日特来参加神阴部考核。考核尚未开始，何来闹事之说？你说没闹事，那他们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考核前切磋切磋，点到为止而已。他们技不如人，连我这烧火棍都接不住，怪不得我。好一个点到为止，有胆识！哈哈哈哈！算要看看你这把烧火棍究竟有几分本事。今日考核题目以乐御敌，本作出一道题，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演绎，若能打动本作，便算你过关。考核开始。
邪说，好难受，胸口好闷，感觉心脏要被震碎了，喘不上气。住手！本座认可你了，快停下！这是什么音乐？毫无惩罚，却又蕴含如此恐怖的破坏力。你是从哪里学来这种音乐？晚辈自创。自创？如此诡异、霸道，甚至带着一丝魔性之力，自创。晚辈曾在世俗界游历，见惯了市井喧嚣与各种风格的音乐。这众生解吉他，便是晚辈融合了世俗极致的情感宣泄与修炼功法所创。它不求高雅，只求直击灵魂。好一个融合世俗与修炼，好一个直击灵魂，不但是有创意。我神阴部同体派系，正需要你这等破局之龙。本座从今日起，破例授予你神阴部金叶徽章。不过，本座要提醒你，你的音乐虽然破坏力强大，但也极易伤人，太过锋芒毕露。修行界中有许多老顽固不喜欢这种离经叛道的风格，若是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这把吉他可能会成为你的催命符。多谢吴掌门提醒，晚辈自有分寸。若真有人不长眼，我的琴弦也不介意见血。吴掌是费心了，没人能动得了我。哟，这不是那个靠投机取巧拿了块破木头在神阴部哗众取宠的底层废物吗？好狗不挡道，滚开！放肆！区一个刚入营的蝼蚁，竟然敢这么跟我雷霄说话！你以为拿了吴掌事的金叶徽章，就能在星宇训练营横着走了？小子，雷霄师兄可是苍雷主管最看重的天才，识相的把你手里那把古怪的兵器交出来，让雷霄师兄鉴赏几天，再磕头认错，否则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苍雷的狗，都像你们这般只会深夜狂吠吗？找死！雷霄，这里是神阴部，不是你们裁决部，敢在这里动手，你想去刑罚堂领罪吗？我随时恭候，就怕你没那个本事来拿。去，通知影卫，我要这个楚尘再回宿。空气流动的频率不对，树叶的摩擦声中夹杂着极轻的金属颤抖。看来苍雷的狗已经迫不及待了。竟然躲开了！速度不错，可惜力量太弱了。难怪雷霄要我亲自出手，你确实有点本事。但今天你注定走不出这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这不是真气！妖术，这叫绝对的实力碾压。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强行透支气血，你的任督二脉早已布满裂痕，丹田犹如枯井。就算我不废你，以你现在的修炼方式，最多撑不过3年。龙王败寇，废什么话？我是刺客，任务失败，随你处置。废了你，
太便宜你。你这身断裂的经脉，别人救不了，但我能。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第一，我立刻废了你的修为；第二，跟我回去，我重塑你的经脉，你以后为我效命。你到底想干什么？重塑经脉，这种事连星运营的1道宗师都做不到，你不过是个刚入门的干员，别以为用妖术制住我就能骗我。我最讨厌别人质疑我。守住心神，若连这点痛都扛不住，你这辈子就只能是个废物。这股力量，我的经脉全通了，任督二脉竟然被强行打通了。我传你一套古武内功，名为逆水寒诀。按我说的口诀运转，气沉丹田，引冰寒之气游走周天。太强了！配合我的刺客身法，我的战力至少提升了3倍。从今往后，我的命就是你的。主人的刀锋指向哪里，我的匕首就刺向哪里。哪怕是苍雷，我也必杀之。记住你今天的话。效忠不是靠嘴说的，在星域阁背叛的代价是神魂俱灭。我的命是主人的，除了他，谁也没资格拿走。你若觉得我不够格，大可动手试试。行了，叶宵，收起武器吧，自己人，别弄脏了我的地板。主人，流星城的情报我已经初步探查清楚了。那里虽然名义上是隐龙阁的外围据点，但实则三教九流混杂，破败不堪。雷派系一直在暗中打压那里的资源。破败好啊，一张白纸才好画出最宏大的蓝图。苍雷以为在训练营能压死我，那我就跳出这樊笼，去流星城建一件属于我们自己的星运阁。影卫，换身干净衣服，明天的星院核心选拔战，苍雷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雷霄既然盯上了我的吉他，那我就借他的手，给整个星院营立个威。主人放心，明天擂台上谁敢拦路，我就冻碎他的骨头。雷霄，苍雷，这星域营的天该变一变了。楚晨，别摆弄你的音律乐器了，天大的好机会来了！什么风把明教官和武长试试一起吹到我这小地方来了？楚晨，你的精神力天赋和音律竞技造诣，在整个星月训练营都是首屈一指的。你将钻剑法正式开启，我代表训练营的神音部出战。好，打擂台这种粗活，不是战士系和裁决部的张相吗？我一个搞音乐的高雅人士，上去挨揍不太合适吧？少跟我装蒜！夺魁者不仅能获得核心资源的倾斜，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外调流星城担任统领的绝对权。流星城虽然破败，但那里天高皇帝远，是建立私人势力的绝佳盗版。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明教官，打开天窗说亮话。苍雷在选拔战上肯定安排了死士来针对我，我代表神音部去卖命，这点好处可不够。楚晨，统领之位已经是破例了，你还想要什么？第一，我要双倍的顶级修炼资源；第二，外加10万紫金力作为出战筹码，少一个子，明天的比赛我就弃权。楚晨，右口未免太大了。你真以为神音部的音波攻击在生死擂台上能挡得住那些身经百战杀手吗？没有绝对的武力压制，你凭什么让我下这么大的血本？凭什么？就凭我能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睁大眼睛看清楚，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啊！
系融合技，这怎么可能？将精神震慑与实质化的罡气杀伤力完美融合。怎样，宁教官？我这10万紫金币花的值吗？这不仅是群攻，更是极致的绝杀。这小子是个怪物。好小子，你要的条件我全答应。明天擂台上，让我看看你到底能翻出多大的浪。影卫，明天出赛，你带我出战。雷霄不是想要我的吉他吗？我要让他的人连碰到这把琴的资格都没有。那把吉他绝不是凡品，若是能落入我手，我的雷系功法必定能再上一个台阶。雷霄师兄，影卫那个废物彻底失足了，估计是拿了钱跑路了。不过您放心，今天出赛，我已经安排了死牢里放出来的狂化干员拦在晋级通道上。记住，上了台不用管什么规矩，直接给我撕碎屠城，把那把吉他抢回来。事成之后，我保你脱离死牢。撕碎他！楚尘，今天这擂台竟是你葬身之地。小子，雷霄师兄看上了你的琴，留下吉他和你的命，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就凭你这种靠燃烧理智换取力量的残次品，也配跟我动手？影卫，解决他！记住，不要弄脏了擂台的台面。是。一个连武器都不敢拿的小碎子，敢看不起我，给我去死！逆水寒诀，极寒之气，开！什么？好快的速度！是冰之斗气吗？你卫竟然敢背叛我！未知的冰寒力量，到底是怎么回事？放肆！竟然敢在星云选拔战上使用未知的违规妖术！裁决部何在？给我把这个叛徒和楚尘一起拿下，收缴他们的武器！使用违规力量，罪无可恕，我跪下受缚。打了小的，来老的，苍雷派系还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楚尘，你敢阻挠裁决部执法？规矩，在这里，实力就是规矩。你想看违规力量？好，我今天让你看个够！给我挡住！还有谁想来教我规矩？绝对的武力压制，毫无争议的胜利！我宣布，本次星翼核心选拔战，楚尘夺魁。这是流星城的统领委任状，从今天起，流星城归你管了。
楚尘，以为拿了委任状就能活着接管流星城？你给我等着！星域阁的时代开始了。楚尘，你别太得意。流星城那种混乱无序的废土，凭你一个毫无根基的新人，去了也是送死。你以为拿了委任状就能活着坐稳统领的位置吗？能不能坐稳，就不劳雷主管费心了。毕竟你派来的那些废物，连给我热身都不配。楚尘，星域核心选拔战魁首的奖励不仅仅是一张委任证，按照规矩，你可以进入代表隐龙阁最高底蕴的星域密库，任选3件战利品。正合我意。走吧，去挑几件趁手的玩具，准备干活了。在新锐密库捞好，我让你拿走的全是催命的符。这里的防御阵法沿用的是上古玄武阵的残篇，虽然残破，但足以绞杀大武师级别的入侵者。不过，在暗影界的阵法库里，这种水平只能算外围防御。阁主的安全由我全权负责，不劳暗影界的大小姐费心。这走廊里一共暗藏了12道精神力警戒线，我已经全部锁定了。哦，是吗？那你有没有发现，前面那个拐角处正有一只肥头大耳的老鼠在等我们？哎呦，这位想必就是大发神威夺得魁首的楚统领吧？小人贾有才，是这星域密库的看守。雷主管，哦不，明教官已经吩咐过了，让小人全程为您引路。带路，别玩什么花样。我的脾气你应该听说过。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楚统领，这边请。楚统领，您看，那是耀日流光剑，采用深海赤金打造，削铁如泥，只要注入真气，便能爆发刺妙光辉，简直是为您这种绝世天才量身定制的。外表华丽，灵力虚除，这种破铜烂铁在暗影界只配给杂役切烤肉，华而不实，一碰就碎。这2位眼界太高了，那您看那边那本风雷诀，长人了。外表光鲜，内里腐朽，这种垃圾只配给苍雷派系当烧火棍。楚统领，那里去不得啊！那是废料区，堆积的全是损坏的凶物和废弃的残次品，一点价值都没有啊！我楚尘要的东西，只有我说了算。那把匕首在呼唤我，别碰。那是不祥之物。哟，上钩了！站住！这可是渊龙暗刃，虽然残破，但煞气极重，曾经反噬过3任主人。按照星运营的规矩，这种危险物品必须有高层的手令才能接触，你一个下属无权拿取。哼，规矩，我今天就教教你，在我的地盘，我就是规矩。区区一把破铜烂铁，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给我震！谢阁主赐刀，隐卫愿化作你手中的利刃，斩尽一切阻碍。很好。这丫头的天赋居然恐怖到这种程度，看来我这个首席护法的位置还得拿出点真本事才能坐稳了。你们竟敢强抢凶物！抢吧，越嚣张越好，最好去碰那个东西。只要你碰了那个，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有点意思，真正的好戏现在才开始。
万万不可！那是噬魂残片，这东西极其邪门。曾经有3位精神系的高级导师试图研究它，结果全被它吞噬了心智，变成了废人。您千万别碰！凶物，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我镇不住的凶物，更何况它可不是什么废弃品，而是我正缺的一块拼图。这是实质化的高阶精神力反噬，不好！这种级别的反噬，哪怕是暗影界的长老也绝对承受不住，他的意识会被瞬间撕碎的。给我破开！哈哈哈哈哈！就这点程度，也敢在老子的精神海洋里撒野？给我臣服！子晨，刘星城曾是星陨界最繁华的贸易枢纽，但自从上一任统领神秘失踪后，那里已经变成了各方势力割据、混乱无序的法外之地。苍雷派系在那里也安插了不少眼线，我们此行阻力不会小。阻力碾碎就是了。我叶萧愿以暗影界之名起誓，从今日起，我不再是暗影界的千金，只做你星陨阁的开路先锋。你剑锋所指，便是我暗影降临之地。楚尘，雷萧主管有令，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放箭！那我就用这首新曲给你们送行。刘星城，我来了。星域阁的时代正式开启。全速前进，直接压进主城门。城内的防御法阵似乎处于激活状态，苍雷派系的人不会让我们轻易接手。他们若敢开门迎接，我反倒觉得无趣。
主人，有埋伏。哪儿来的野狗，也敢闯我流星城！隐龙阁星陨训练营魁首，流星城新任统领楚尘在此，还不立刻撤去阵法，开城迎接？什么狗屁统领！雷霄主管早就发了话，流星城只认苍雷，不认什么星陨阁。小子，想当统领？行啊！跪在城门外磕3个响头，老子心情好，赏你个全尸！兄弟们，给他点颜色看看！找死！既然他们喜欢看戏，那就给他们看场大的。这是什么级别的材料？好恐怖的威压！用来给这把吉他换根主弦。敢无视老子！法阵满负荷运作，全体准备，放箭把他射成刺猬！这是什么鬼东西？天怎么黑了？装腔作势遭雷劈了吧？这小子死定了！救命啊！这不可能！这到底是什么功法？楚尘，该死，丹田内彻底失控了。主人走火入魔了！对不起，这些杂碎交给我来杀。现在清醒了吗？无破不立，逆天诀，空走！破而后立，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逆天之道。强弩之末，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苍雷破天斩！楚尘，我们尽力了。
你没走火入魔，你的气息，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怪物，我只是刚刚看清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我的真气！我的修为，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这个魔鬼！怪物，他徒手捏碎了队长的刀，根本没法打，快跑！回去告诉苍雷那条老狗，刘星城现在姓楚，他若不服，我楚尘随时恭候他来指教。现在带着你的人滚！干得不错，没给我丢脸。走，进城。一阴退百人，兵不血刃。这刘星城沉寂了这么多年的死局，终于等来了一条能翻江倒海的过江龙。空气里有极其隐蔽的灵力波动，门后、墙斗，甚至地砖之下，至少埋成了36道连环困阵。主上退后，下这就去破阵。区区几道破烂凌晨，也配让你们动手？楚尘是吧？就让默默看看你这星陨阁能不能承得起这天下大事。主上，且慢，这府内不对劲。空气里有极其隐蔽的灵力波动，门后头甚至地砖之下，至少埋藏了36道连环困阵和灵力冲击阵。我们若踏入半步，立刻会被无穷无尽的灵力束缚。一阴破万法，楚玲玲这等通天手段，莫某今日算是开了眼界。什么人敢擅闯统领府？在下莫叔子，一介苟延残喘的闲云野鹤，特来为楚统领，不，特来为阁下解局。解局？我楚某人行事，向来只凭实力碾压，何须你来解？阁下刚才一阴退百人，确实威风八面，但这流星城内的地头蛇盘根错节，苍雷的暗探更是无孔不出。呵呵，您现在看似立威，实则已成众矢之的。这座空荡荡的统领府，就是他们给您准备的陷阱。没有情报，没有根基。您这强龙架得住地头蛇，却防不住这满城的暗箭。所以，你想用你的情报网和谋略换取我的庇护？莫某虽是一介废人，但这流星城36方势力72条暗线，皆在莫某胸中。若阁下愿护我周全，莫某愿为您荡平这城中一切暗鬼，助您真正掌控流星城。护你周全，只怕你这残破的身体，等不到我看你荡平暗鬼的那一天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不仅经脉尽断，任督二脉更是死死闭塞，心气枯竭，毒入骨髓，你活不过今晚3更。楚统领慧眼如炬，莫某这副残躯确实已被奇毒反噬，经脉枯竭。我本想在这生命最后的时刻，寻一位绝世明主，施展我这毕生所学，也算不负此生。主上，我们新一阁不需要一个将死之人作为累赘。叶敖统领说的对，是莫某奢望了，告辞。站住！我刚才说你活不过今晚3更，那是阎王定的规矩，但在我星陨阁，规矩由我主臣来定。星陨阁不收死人，但阎王也带不走我看重的人。阁下的意思是？给我盘膝坐下！主上，他只是一介凡人，这般霸道的真气，他的身子骨怕是承受不住。若连这破茧惩罚的痛都熬不住，他也不配做我星月阁的谋士。莫夫子，给我守住心神！我莫西子不甘心就这么倒下，我还要看这天下大乱，我还要看他登临绝顶，我绝不能输在这里！我的绝症全好了，我竟然能聚气了。我留了一丝先天罡气在你体内，只要你忠心不二，这天下你大可算。主上，莫某这条命从今往后便是主上的，主上让我算谁败，那人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很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星陨阁的首席智囊，我赐你星陨阁执行官之名，统筹全城暗网，凡我阁内之事，除了我，皆由你决断。属下遵命，定不负主上重托。你们两个也该了。你们在飞艇上为了护我真气逆流，伤了本源。今日我便用逆天诀为你们彻底洗髓伐骨。主上，我的经脉要撑不住了。撑住，这是破后而立。主上，我的经脉要撑不住了。撑住，这是破后而立。多谢主上再造之恩，属下感觉这暗影功法比之前强了数倍。属下誓死追随主上。主上，我们现在虽然入主统领府，但这城中还有4大家族、8大帮派，以及苍雷暗中扶持的几股势力，他们正像饿狼一样盯着我们，随时准备反扑。反扑？他们若敢来，我便让他们有来无回。主上神威盖世，自是不惧。但这流星城百废待兴，要真正建立能与隐龙阁高层抗衡的武装势力，单靠我们4人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资源，海量的资源。主上明鉴，属下已算到一处绝佳之地。哦，说来听听。城外100里，幽龙秘境。传闻那里不仅有一条极品灵脉，更藏有无数远古遗留的至宝。若能夺取此地，我们星域阁便能招兵马，打造一支无敌之师。主上，我曾听闻
那幽龙秘境被强大的远古结界笼罩，且内部凶险万分，连隐龙阁的高阶干员进入其中都有去无回。我们若贸然前往，恐怕……恭喜，我楚尘的字典里没有退缩二字。结界若拦我，我便破了那结界。这流星城，我要它固若金汤；这幽龙秘境，我要它成为我星陨阁的后花园。好，主上英明，化被动为主动，方能掌握这天下大势。主上，不好了！城内4大家族联手几大帮派，集结了数百精锐，已经将统领府团团包围了。兄弟们，那楚尘小儿立足未稳，今夜就是他覆灭之时。苍雷大人有令，拿下楚金10万，封流星城副统领，给我冲进去！这就沉不住气了。莫皇子，这盘棋交给你了。谢主上信任，这群乌合之众正好用来祭我星陨阁的大旗。真奇，画地为牢。不好，有阵法埋伏，快退！暗影风穴，一群蝼蚁也敢犯主上天位！现在想退，晚了。夜宵统领、影卫统领，看你们的了。怪物，你们都是怪物！这流星城现在谁说了算？内患已除，是时候主动出击了。莫须子，流星城的大本我交给你了。主上放心，属下定当配合影卫统领，全面接管城防，招兵买马。等您从幽龙秘境归来，属下并献上一只铁血雄狮。因为你隐匿手段高超，留下来暗中保护莫叔子，若有异心者，严加防范。属下领命。夜宵，随我启程，去会会那远古结界。是。楚尘，你擅自行动，还敢私自离城，还不快快束手就擒，随我回去领罪！领罪？就凭你这跳梁小丑？放肆！我可是苍雷大人亲封的督战官。回去告诉苍雷，等我从幽龙秘境回来，便是跟他清算之时。阁主，那可是苍雷派系精心培养的督战官，您连雷炎都没动用，仅凭一道掌风就让他彻底溃败。护体罡气不过是粗浅的真气堆砌罢了，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真气，而在于精神力与真气的完美共振。你的暗黑真气极高，但你使用的方式太粗糙。你试着将你的精神力沉入气海，引导真气，而不是将其驱使。我做到了，真气的消耗减少了近一半，但威力却翻倍了。这只是皮毛，幽龙秘境凶险万分，你必须尽快掌握这种共振。走吧，前面就是灵业驿站了。灵业驿站，幽龙秘境中转站。阁主，这里鱼龙混杂，掌控这里的血刃帮更是苍雷养的一条恶犬。恶犬，正好，我最喜欢打狗。这东西，哎呦，这位少爷好眼力！
你要诚心要100个金币拿走，拿着。阁主，这是我对他表明许可。顶级神兵，噬影魔戒，送你了，戴上试试。这魔戒竟然能与我的暗黑真气完美共鸣，我的经脉被拓宽了数倍。苍雷大人悬赏10万灵石的那个土臣，兄弟们，来大买卖了！完了，血刃帮的谢上尉，小子，你就是楚尘吧？龙阁的叛徒，苍雷大人花10万灵石买你的人头，找死！一群杂碎罢了，还不配脏了你的手。苍雷这老狗，真是看不起我。死到临头还敢狂！给我上，把他给我拿下！我操！怪物到底是什么人？我问，啥？血刃帮的总部金库在哪里？在后院。求你饶命！任何幸运性没有看到。走，去调价。阁主，门上刻有警报法阵，看来前面的动静已经惊动了他们，里面恐怕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天罗地网，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花里胡哨都是纸糊的。退后。楚尘，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投罗网。哈哈哈哈！真以为废了前面几个废物，就能挑衅我血刃帮的底蕴？半步宗师，苍雷就养了你这么个垃圾！狂妄！给我启动万毒绞杀阵，让他有来无回！阁主小心！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给我破！一击，仅仅一击就破了我的大阵！你不是人，你是魔鬼！怎么，刚才不是还要让我有来无回去领赏吗？老子跟你拼了！所有还能站起来的，给我一起上！拦住他！这群残兵败军交给你了，让我看看你的新玩具威力究竟如何。遵命，定不辱阁主威名。以暗影之名破戒，还魂降临。
是什么怪物？你的对手是我。黄昏，停下，收！一只没有灵魂的畜生也敢反噬主人，给我跪下！阁主恕罪，属下学艺不精，险些让这畜生失控。这玩物威力尚可，只是戾气太重。以后多用你的暗影真水温养它，它自会完全臣服于你。走吧，去收账。阁主，这里少说有30万下品灵石，还有不少用于突破的大还丹。丹药你留着稳固境界，剩下的灵石全部装走。星陨阁要在流星城站稳脚跟。莫叔子那边正缺钱招兵买马。幽龙秘境的内部地形图，看来这血刃帮确实是苍雷用来探索秘境的狗。有了这东西，我们能省不少力气。阁主，地图上标注，穿过这道结界就是秘境的外围迷雾森林，里面高阶凶兽横行。高阶凶兽，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吉他硬。阁主小心，这股威压至少是妖皇级别的存在。这些都是外围的霸级凶兽，竟然被吓得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窜。他们在躲避什么？能把这些畜生吓破胆的，自然是里面那个正在乱发脾气的大家伙。阁主，这里遍地是外界难寻的珍奇草药，我们不先搜集一些吗？这些破铜烂铁留给后面捡漏的废物，真正的重宝都在最深处。走，去会会那条乱吼乱叫的泥鳅。孤照银龙，这是传说中已经绝迹的神兽，他疯了吗？为什么要摧毁自己的巢穴？他不是疯了，是痛苦。这畜生体内有东西在要他的命。阁主退后，让属下先用荒魂去试探一下他的深浅。好恐怖的威压，荒魂竟然被直接压制了。别白费力气了，在绝对的血脉压制面前，那只小狗不过是个笑话。这等天地灵物，若是能收服当个打手，星运阁在流星城便再无敌手。畜生，嗓门挺大呀！敢跟老子的重金属比谁更吵吗？
什么东西？好恶毒的手段，居然用邪阵锁死心脉，他这是要被逼得自爆！头牌秘场的神兽自爆，整个幽龙余烬都会被夷为平地，老子可不想给他陪葬。给我趴下！阁主的精神力竟然恐怖到能镇压发狂的神兽。别动！老子是在救你的命！阁主，这茶后戾气太重，当心罡气反噬。他的心脉被下了死咒，经脉全是一团死结，若不立刻施救，3炷香内他就会炸成碎片。逆天诀，给我透！夜宵，替我护法，任何靠近的东西杀无赦！我要用逆天诀强行给这泥鳅重塑经脉。逆天诀，碎骨重塑，给我开！想伤阁主，先过我这关。最后一步了，只要击碎心脉的那个黑色狗屁羔羊。终于搞定了。城主，人类，虽然你帮我解除了封印，但你竟敢坐在高贵的龙族头顶，你可知罪？恩将仇报！再敢对阁主不敬，我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你付出代价！怎么，小泥鳅，刚帮你把体内的枷锁解了，你就想翻脸不认人？你既然能感受到体内的力量，就应该记得，刚才我是用什么手段压制你的经脉的。我能救你，也有100种方法在封印你。龙族银霜，感谢主公再造之恩，今日愿以天道为证，签下主仆契约，誓死效忠主公。若有违背，甘受天谴。很好，以后你就叫银霜，跟着我，你会发现，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今天这一跪。阁主，这是什么神物？这是幽龙圣树，当年我被封印于此，便是为了守护它。
这颗圣果凝聚了千百年的生命精华，能够重塑经脉，焕发生机。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星陨阁的大脑一直是个病秧子，这下该给他来个全面升级了。走，回流星城。莫先生，您的身子撑不住了，先去休息吧。四大家族的残党联合了城外的黑风寨，今晚就要大举进攻统领府。您若倒下，星域阁就完了。休息？主公将这流星城交予我，我岂能让这群杂局踏平了统领府的地界？他们以为我病入膏肓，正好，我已在东门布下9宫绝杀阵，在西巷埋了3000斤火雷。只要他们敢踏入半步，我要让他们有来无回。莫先生，阁主，您回来了。属下无能，让主公挂念了。少废话，你可是我星运阁的大脑，倒不了。咽下去！太极内丹，这等传说中只有神明才能凝聚的内丹，竟然在主公体内！主公到底是什么人？主公不仅赐我新生，更有如此神鬼莫测之通天底蕴。我莫夫子这条命，这颗脑子，从今往后便是主公称霸天下的最利之道。谁敢挡主公的道，我便算尽他满门。好，脑子治好了，该活动活动手脚了。魔宣子，你的阵法布得不错，但太慢了。今夜我们就拿外面这群不知死活的杂鱼，立我星陨阁的威风。统领府的缩头乌龟们，莫山子那个病秧子已经快倒下了吧？今天这流星城就要改姓我们黑风寨和4大家族了，统统拿下，一个不留！就凭你们，不自量力，退下！几位家主，别来无恙啊！你没倒下，你不是心脉断绝，无药可治了吗？让诸位失望了，托主公洪福，莫某现在不仅安然无恙，还想亲眼看看诸位怎么败退。哈哈哈！就凭你们这几个人，也想挡我黑风寨的3000狼骑？兄弟们，给我踏平大殿，把那个暴起的小白脸打成废人！就凭你们这些杂鱼，也配踏进我星陨阁的地界？这手破阵曲，送你们溃败！这是什么怪物？我的狼骑，这是你逼我的，都给我拜吧！九阶凶兽，暗黑魔狼王，黑煞竟然真的把这怪物带出来了！这可是我的镇寨之宝，小白脸儿，我看你的音波功怎么上他分毫，给我上！一头变异的串串，也敢在我面前称王？夜宵，属下在。给这畜生立立规矩，让他知道谁才是暗影里的真王。遵命。
荒魂，出来吧！不，我的魔狼王！干得漂亮，退下吧。放肆！谁让你吞噬的？给我吐出来！别过去，他在强行蜕变转生。这是荒魂，它变成了独立的生命体。作为器灵，竟敢违抗主人的指令，这种不受控制的魔物，留着是个祸害。既然不听指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阁主，不要！叶萧，你疯了，敢来挡我的罡气！阁主，荒魂伴我征战多次，他本性不坏，请阁主饶他一命，属下愿意一切担保，绝不让他伤及无辜。你的担保挡不住一头神兽的失控，那我就让他永远无法背叛。以无之念，弃耳之魂，生死相随，主仆共存，契约结。既然契约已成，他的命就是你的命。若是他再敢越界半步，我绝不轻饶。谢阁主不杀之恩，属下定当严加管教。主公神威，一夜定乾坤。这流星城内的麻烦，今夜算是彻底解决了。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记住，顺我者昌，逆我者绝不姑息。属下遵命。明早太阳升起之时，流星城内将只有星运阁一个声音。谢阁主不杀之恩，属下定当严加管教。力量！阁主，你怎么？主公，这是真气暴走，反噬本源之兆。闭嘴！本座还死不了，区逆天诀的反噬，休想压垮我！
费劲了，这罡气你压不住。你个疯子，连续越级大战，还强行透支乾灵施展紫红罡气，真当自己的丹田是无底洞吗？你的经脉就像一堆随时会爆炸的火药。银霜大人，求您救救阁主，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要我的命也可以。要你的命有什么用？他体内透支的生机和暴走的罡力，必须用极致的纯净灵力来中和。在这星陨界，只有灵族秘境的玄灵圣果才能救他，否则不出3个时辰，他必将爆体而亡。灵族秘境，好，那就去抢。莫须子，听令，属下在。本座离开期间，流星城由你全权镇守，敢有趁乱作乱者，杀！苍雷派系若敢来犯，杀！星域阁的规矩不能断。主公放心，属下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让流星城乱掉1分1毫。主公定要平安归来。本座的命，连老天都收不走。夜宵银霜，带路。那就是玄灵圣果，但灵族的果树坚硬如神铁，且带有天然的排斥阵法，普通攻击根本无法将其击落。管他什么神铁，挡阁主活路者皆可破。暗影绞杀！怎么会这么硬？退下，你破不了他的防御。我的经脉已经快撑不住了，必须一击必中。给老子断！阁主，快服下！好东西，这股纯净的生机确实压制住了逆天诀的暴走。不对，这感觉……阁主，怎么会这样？圣果不是已经绩效了吗？糟了！玄灵圣果的灵力太温和，根本无法彻底中和逆天诀那霸道无局的毁灭属性。2股极致的力量在他体内形成了死循环，现在他的丹田就是一个即将引爆的火药桶。我感觉身体要被撕裂了。不能等了，外围的果实根本不够看，必须去灵族核心圣地借生命之树的本源力量。可是这里有空间屏障，我们根本找不到入口，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没有门就砸出一扇门。给我开！走！荒魂，撕碎他们！护属神龙的气息，你是神龙一族的后裔。算你有点见识，收起你们的破铜烂铁。带我们去见生命之树。他不是我族之人，身上还有如此狂暴的毁灭之力，绝不能带他靠近圣树。这毁灭之力的核心，竟然蕴含着如此恐怖且清纯的涅槃生机。这股生机
正是如今枯萎的圣树最急需的本源啊！神龙大人，如果想救他，只有圣树能做到。但我有个条件，必须用他体内的力量来反哺圣树。跟我来，快！阁主，别过去，你会被罡气瞬间重创的。没时间解释了，所有人退后，我要启动同化法阵。以自然之名，引生生之息，转。生树活过来了。好一个破而后立！天诀突破了！恭喜阁主重回巅峰，实力大增。怎么回事？这股吸力！放开阁主！叶萧，守住流星城，等我回来！阁主！是你的法阵暗算了阁主！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圣树会把它吸进去。把阁主交出来，否则我踏平你们整个灵族！叶萧，冷静点。主人没事，滚开！阁主若有三长两短，你们都得陪葬！小姑娘，收起你的杀意，这里是灵族圣地，你的主人并没有遇险，他用自身那股霸道的力量救活了圣树，圣树是在用最核心的生命本源回馈他。本源回馈？是的，他正在接受生命之树内部最核心的本源洗礼，等他出来，整个星运界都将为他的蜕变而颤抖。好纯粹的生命本源，连我那破碎重组的丹田都彻底被温养的完美无瑕了。这破而后立的滋味还真是不错，境界彻底稳固了。这树干中心居然还藏着别的东西。在这充斥着生命之力的鬼地方，居然还有这么邪门的东西。好霸道的暗黑属性，简直就像是为叶萧那丫头量身定制的。有了这玩意儿，她的暗黑真气绝对能发生质变。区区几道破链子，也想拦我？我破！东西到手，是时候出去了。外面那帮人估计等急了。阁主的气息，是阁主的气息！恭迎阁主出关！起来吧，让你受惊了。主人，你这气息简直像换了个人，强的离谱啊！灵族领袖灵犀，感谢恩人的救族之恩。多谢恩人。女皇客气了，各取所需罢了。若不是这树，我也无法重塑丹田。
恩人过千了，没有你，灵族今日便已覆灭。从今日起，我灵族打破永不与外族结交的鼓励，尊楚尘为灵族至高无上的天行者。只要你一句话，整个灵族都将是星陨阁最坚实的盟友，万死不辞。有了灵族这股力量，星陨阁在这异世的根基算是彻底稳了。接下来就该去算旧账了。天行者大人，这是灵族最高信物，见此徽章如见我本人。既然女皇如此爽快，这盟友星运哲认了。叶萧，过来。好纯粹的暗黑力量！这玩意儿被灵族封印了不知道多少年，属性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穿上它。谢阁主赏赐。这力量太强大了。不错，有了这身行头，以后流星城暗处的那些麻烦就交给你来清扫了。叶萧必将成为阁主手中最锋利的利刃。天行者大人，这些是我灵族1000年来积攒的底蕴，只要您看得上，尽管拿去。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有了这批顶级矿石和灵草，带回去交给墨将家和墨算子，足够武装出一支横扫星陨界的无敌护卫军了。女皇陛下，我离开流星城已有10日，恐防有变，今日便要启程返回。流星城局势复杂，大人确实该早做准备。灵族大门随时为您敞开。主人，咱们这趟回去是不是要大干场了？苍雷派系若是敢趁我们不在城中搞小动作，我不介意用这套新战甲，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苍雷在训练营里给我下的绊仗，还有这流星城里的旧账，是时候一并清算了。传令下去，全速前进！我要让整个流星城的人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最多半个时辰，我们就能抵达流星城。苍雷那些家伙这几天应该过得寝食难安吧？主人，等回了城，第一站必须交给我，我倒要看看谁敢挡在星陨阁前面。怎么回事？这股力量……叶萧，好恐怖的威压！主人小心！什么人敢拦星陨阁的路？卑微的凡人也敢妄称主宰？这股力量根本不是星云界该有的。遗孀，回七月空间，快！主人，父王，您怎么会亲自降临？暗影界的耻辱！身为本座之女，竟背弃家族宿命，沦为一个废土凡人的随从，你的过错不可饶恕。我不是随从，楚尘救过我的命，他是我认定要追随一生的人。暗影界那个冰冷的牢笼，我绝不会再回去。冥顽不灵，那本座就先解决这只蝼蚁，再将你擒回暗影渊受万劫之罚。老东西，在我的地盘动我星运阁的人，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给我破！空间法则壁垒，皮肤撼术，可笑至极。
知死活的凡人结束了。不要放过他！我，你若敢伤他，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暗影界的血脉就此断绝。你竟为了一个人类以死相挟！我跟你回去，我回暗影院受罚，求求你留他一命。只要你放过他，我什么都听你的。好，本座可以不取他性命，但这种妄图沾染暗影血脉的废土之人，必须付出代价。楚尘，你对我父王做了什么？一个丹田被封的废人罢了。现在跟本座走。以后你就是我星运阁的人了。楚尘，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幽冥死夜，我的经脉被彻底锁死了，连一丝罡气都调动不了。看看这是谁呀？这不是我们那位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星运阁阁主太佑楚尘统领吗？怎么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趴在这里？苍雷的泸州也敢来送死？送死！哈哈哈哈哈！兄弟们，这小子气息全无，丹田已废。雷霄大人有令，取下楚尘首级者，赏极品灵石10万，晋升苍雷内门。我回暗影院受罚，求求你留他一命！我发过誓，要建立绝对的安全与秩序，绝不让任何人再主宰我的命运。如破不立，幽冥死印又如何？给我碎！小子在干什么？快动手，拿下他！不可能，他明明被废了，这股力量比以前更恐怖了！
我的真气，我的丹田碎了。回去告诉雷霄，洗干净脖子等着我。苍雷，今日起，流星城内再无尔等立锥之地。等我踏平苍雷，建立星陨王座之日，便是本阁主打碎暗影界、接回夜宵之时。谁敢挡我，杀无赦！该死！我现在的肉身强度根本承载不了这股力量。主人，幽龙遗骸够不够分量？逆天诀，给我练！好香的气息，本大爷就能化形了。不好，是罕见的空间系灵兽，主人当心！哎，我的妈呀！伐骨洗墨，成了。这具融合了幽龙脊骨的肉身，终于配得上这逆天诀的罡气了。怪物，这是个怪物，风紧扯连！想走，晚了。空间法则很好，给你2个选择，要么被我烤成焦炭，要么签下主仆灵器，做我的坐骑。我签，大爷饶命！银霜、归位、飞灵，目标流星城统领空间月烟。空间月烟是后让苍雷那帮杂碎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废物，全都是废物！派去截杀楚尘的精锐竟然全军覆没！楚尘那个小畜生肯定已经身受重伤，不敢露面。今天我就先屠了这星域阁，把里面的人彻底抹杀，看他还能躲到什么时候！给我轰碎那破阵法！阁主若在，岂容尔等猖狂？就算拼掉我这条残命，也绝不让你们踏入星运阁半步！阵法要破了，全体准备！阵破之时，一个不留！我当是谁在我的地盘上狂吠，原来是败家之犬。楚尘，你不仅没死，还降服了空间灵兽。雷霄，你带这么多人来是赶着投胎吗？装神弄鬼，他刚经历过恶战，必然是强弩之末。全军听令，接阵，拿下他！凭你们也配在我面前拔刀？不可能，这绝不是凡人能拥有的力量！楚尘，我跟你拼了！雷霆万吞斩！大武师巅峰的全力一击，刚好拿你试试我这新换的骨头。太弱了。
我的真气！恭迎阁主凯旋！流星城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星域王座，本阁主坐定了。谁若不服，这就是下场。我再重申一遍，在流星城，星运阁就是唯一的天。谁若还有二心，他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阁主此战立下了不世之威。从今往后，流星城再无敢逆反之声。进去说。阁主此战立下了不世之威，从今往后，流星城再无敢逆腐之声。进去说。阁主，城内局势虽定，但隐患仍在。雷霄是苍雷派系的核心人物，他被废，苍雷必然会雷霆震怒。大军压定，只是时间问题。苍雷那老狗，我迟早要踏平他的老巢。还有暗影界、夜宵的仇，我一刻都没忘。阁中神威盖世，自然不惧。但我们星运阁的兄弟们底子还是太薄了。怎么说？刚才一战，若非阁主及时赶回，我们的防线早就崩溃了。苍雷重甲卫的铠甲坚不可摧，我们的人手中的普通兵刃，连在上面留个白印都做不到。若想建立真正的霸权，我们需要大量能承载罡气与音波阵法的制式神兵。能大批量锻造神兵的势力，星宇界并不多，何必舍近求远，去找百炼族？百炼族，我龙族的传承记忆中记载，百炼族是星宇界最顶尖的锻造大宗师一派。他们隐居在极炎之地，虽然脾气又臭又硬，但论打铁，没人比得上他们。传说中连神器都能锻造的百炼族，他们不是在几百年前就销声匿迹了吗？他们只是躲起来了。他们的族长莫宗师当年受过我龙神先祖的恩惠，只要我出面，他不敢不卖这个面子。好，事不宜迟，立刻出发。莫玄子，流星城交给你镇守，开启全部防御阵法，就算苍雷的人来了，也给我死守住。阁主放心，属下就算拼了这条命，也绝不让流星城丢了。吃够了吗？干活了。空间裂缝，热！主公，这地方也太热了吧，我的毛都要烧焦了。闭嘴！这里的火属性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作实质，确实是天然的锻造熔炉。百炼族就住在这片火山的地宫里，跟我来。有人来了。站住！百炼圣地，外族进行！再往前一步，砸碎你们的脑袋！这矮子好大的力气！小胖子，你叫谁矮子？找死！在下星运阁楚尘，特来拜访百炼族莫宗师，还请阁阶行个方便。星运阁，哼，没听过。就你这副细皮嫩肉的小白脸模样，也配见我们族长？我们百炼族的规矩，想进去先问过我手里的锤子，我看你连我一锤都接不住。放肆！你敢这么跟我的主人说话？问过你的锤子？好啊，一招，我站在这里不动，接你一锤。你这小白脸莫不是被这里的热气熏傻了？站着不动接我一锤，我会把你直接砸进地里。如果我接下了，你立刻带我去见莫宗师，敢赌吗？有何不敢？既然你想领教，老子成全你。
狂炎润星锤，接招！统领动真格的了，这小子扛不住的。就这点力气？主人，不可能！我的熔岩真气，哼，还给你。你输了。我莫刚这辈子没服过谁，你这肉身比我们族里的万年寒铁还要硬，我服了。矮石族果然直肠子，既然愿赌服输，那就带路吧。阁下实力强绝，有资格进入圣地，跟我来。阁下，请进。族长就在地宫核心的锻造坊。这位姑娘，你身上这件铠甲可是用极寒之地的千年冰魄混合了高阶魔兽的鳞片打造的，这工艺，这流线真是绝了。走开，别用你那眼神看我。别误会，我是个锻造师。姑娘，打个商量如何？你把这铠甲脱下来借我研究几天，我用库房里的3件极品神兵跟你换。如果你愿意留在我们百炼族做客，我保证天天给你打造最顶级的首饰。放肆！给我退下！统领被打了，外族人敢在圣地闹事，兄弟们，抄家伙，把他们赶出去！既然你们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住手！一群蠢货，都给我退下！这种气息，你难道是？这种气息，纯正的五爪银龙，难道您是百炼族第37代族长莫宗师叩见龙神后裔？族长居然给一个外族人跪下了，这怎么可能？那可是龙神后裔啊，我们百炼族世代供奉的图腾。不会的，他怎么可能是龙神后裔？我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你们百炼族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还是说你们想仗着人多欺压我主？您竟然认一个人类为主，这怎么可能？龙族的高傲怎么会屈服于区人类？区人类？老头，看清楚了，在星陨阁没有种族之分，只有绝对的力量。阁神神威，
是老朽有眼无珠，孽障，还不给我滚过来！族长饶命，阁主饶命！我不知道他是龙神后裔，我是一时糊涂啊！你这混账东西，竟敢觊觎龙神后裔的战甲，更是冲撞了星域阁主！今日我便重罚于你，以儆效尤！慢着，阁主，这孽障犯下大错，若不严罚，我百炼族如何向龙神后裔交代？我星运阁确实规矩森严，但本阁主今天来是找你们做买卖的，不是来结仇的。你的眼光不错，但胆子太肥。你这身锻造本事留着，给我星运阁打铁赎罪，如何？多谢阁主宽宏大量，我魔阁发誓，这辈子给星运阁当牛做马，绝无二心。阁主胸心广阔，老朽拜服。阁主，龙神大人，此地嘈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若不嫌弃，请随老朽一步最高规格的圣火熔炉去。带路。老头，有话直说。阁主，老朽心中有一事不明，龙神大人血脉高贵，为何会受制于主从契约？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与你无关。龙神大人，百炼族先祖曾受龙族大恩，老朽实在不忍心看着龙族的高傲被契约束缚。阁主，老朽斗胆恳请您解除龙神大人的契约，只要您答应，我百炼族愿倾尽全族之力，无偿为您锻造任何神兵。哦，你在教我做事？好一个倾重全族之力！我要的人从来不是靠一纸契约留下的。阁主，老朽并非冒犯，只是你觉得我楚尘是个靠契约强迫他人的小人。银霜，看着我。当初在幽龙秘境，我强行与你签下契约，是为了保你的命。但现在，你既然是我星域阁的人，就不需要这种东西来证明忠诚。给我破！这怎么可能？单方面强行解除灵魂契约，这得需要多么恐怖的精神力和修为？阁主究竟是什么境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解除了契约，我随时可以离开，甚至可以与你为敌。随时欢迎，但前提是你要打得过我。我楚尘要的是能陪我一起踏平这乱世的战友，而不是一只被锁链拴着的灵兽。是走是留，你自己选。我银霜，此生此世只认楚尘一主，哪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起来吧，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阁主，这里就是我百炼族最高规格的圣火熔炉，无论何种神料皆可熔炼。很好。我要你用这幽龙遗骨为我的吉他重铸升级。天哪！真正的幽龙遗骨，这种级别的神料，老朽生平仅见。阁主放心，老朽就算是拼了这把老骨头，也定要为您打造出震骨泻筋的顶级神兵。开始吧。就是现在，融合！
不好，能量层级太高了，他们在互相排斥，熔炉要承受不住了。阁主，让我来。